1947年2月13日下午4点，加拿大 Edmonton 市南部一个叫做 Leduc 的小镇传来一声兴奋的尖叫。Imperial 石油公司500多名员工在1号井经历了84天的开采后，终于迎来了喷涌而出的原油。这里里程碑意义的发现是加拿大擺脱长久以来对美国 Texas 州和 Louisiana 州的能源依赖的一个起点。5年后，由 Canadian Bechtel 与 Standard Oil 两家公司组成的 Trans Mountain Pipeline Company 在得到运输委员会的授意后，开启了能源西送的输油管道项目，并最终于2008年竣工，以每天3万桶的体量将来自 Alberta 原油输送到 BC 省，用以出口。好景不长，这条管道很快抵达了自己的瓶颈，不得不开始依靠铁路运输，导致在2013年到2017年间平摊出近200亿加币的成本。2013年，来自美国德州的能源基础设施大亨 Kinder Morgan 在原先管道项目基础上，向加拿大政府计划了另一条几乎平行的管道道路，将运输承载能力提高3倍。然而，这个看似利民利国的项目却从此引燃了一个令整个加拿大争议不止的风暴。We know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approval of this project that the path forward will be challenging, but we're committed to stepping up and fighting for BC's interests. We will not let the government of BC hold Alberta's and Canada's economy hostage and jeopardize the economic security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working families across this province and across this country.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anadians who work long hours every day to put food on the table and to build this country depend on this project getting built. It means people in the oil patch are hurting,have been hurting for years, and we stand with them. 这个充斥着原住民、环境保护者长达数年的抗议 ，BC 与阿尔伯塔省互掐，联邦政府的站队、最高院的妥协，以及美国巨头变卖风暴为什么会发生，对这片土地，尤其是西海岸居民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 Alberta Athabasca 油田1984年的样子，白色部分是焦油砂开采坑，随着开采的持续，产能也在逐渐增加。想要把增加的产能转化为经济效益，如何将油运输出去是个问题。铁路运输是个好方法，但长期来看，不但成本上不划算，更重要的是风险太高。2013年 Quebec 的原油列车爆炸，让加拿大人记忆犹新。由于价格，只有铁运30%的管道运输就成了更好的选择。Edmonton, Alberta 作为整个国家的石油储备，一直试图通过管道将资源运输至更大的市场，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比如获得 Trump 政府支持，南下通向美国的 Keystone 管道的第4期也是最后一期。Keystone XL 在2021年1月20日，拜登政府当任的第1天就被取消。而如今，这条修往大温哥华区 Westbridge 码头的 Trans Mountain 扩张路线虽然相对更短，又全程都在加拿大境内，却依然困难重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条线路会经过相当多不同性质的社区。早在2014年，就有管道扩建反对者在修建的必经之路 Burnaby 山公园安营扎寨，人肉阻挡施工，最终导致100多人被捕。而原住民这边，比如 Secwepemc 社区，就宣称如果施工不经同意，就横越他们518公里领土，将有违原住民宣言。We are Secwepemc. We come from this land. This is our land. 同时 Tsleil-Waututh、Squamish 等部族也在2016年向联邦上诉院发起7项挑战，试图通过法律手段阻止 Kinder Morgan 的施工。而这也是由 BC 省的 Vancouver 和 Burnaby 市政撑腰的。We stood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First Nations, tens of thousands of citizens of Vancouver, and other communities on the west coast of Canada in opposition to the Kinder Morgan pipeline, and I expect we will continue to strongly oppose this project ever being built.
On my council, opposition to Kinder Morgan is unanimous. 但是按照 Kinder Morgan 的计划 ，Trans Mountain 管道扩张项目本身最大的省级受益方就是 BC 省府，17亿的省税中就有10亿是上交给 BC 省的。即便下分到 Burnaby 市一级，这些税收也能承担132名消防员20年的工资。而最终建成之后的长期经济带动将成为整个国家的收入的重要组成。所以到底为什么 BC 省如此齐心协力、吃力不讨好的对这个项目如此强硬？即便被 Alberta 以抵制葡萄酒、威胁停运原油报复制裁，即使让 Kinder Morgan 接连碰壁知难而退，而以至于联邦政府不得不花45亿买断接盘。缘由起始于这里。Westbridge 码头 Trans Mountain 油管厂北侧6公里处也是打开世界贸易销往更大市场的新起点。但目前这个泊位肯定不行，一旦管道扩张完成，一个可以容纳多支阿弗拉型邮轮装卸的港口也必须准备就绪。这也意味着从这个码头到北太平洋的150公里且并不宽裕的水域中，邮轮通勤量将会提高7倍，大大的提高了水上交通事故的风险，也是原油泄漏至海水中的风险。根据 Trans Mountain 自己的事故报告，从1961年到2019年，总计84起大大小小的原油泄漏都是在内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在 BC 省境内。至于水域上的泄漏 ，Trans Mountain 官方是这样写的：自1956年来，携石油产品从 Westbridge 港到 Port Metro Vancouver 大温港的全支没有经历过一次泄漏。注意，这里说的是从 Westbridge 码头到这里，也就是说，像2015年这次在狮门大桥西侧的英吉利湾的邮轮泄漏不在统计范围内。这其实引出了另一个事实 ：Trans Mountain 只会对管道与码头的事故负责，而邮轮一旦离港，原油泄漏这种事情就变成需要船运公司、保险公司以及当地物种一并要承担的事情了。当然，这些离港的邮轮也不是一戳就漏的软柿子。由于1989年的 Exxon Valdez 号严重漏油事件，今天能在北美活动的邮轮都必须是双壳船身，既对油舱有一层额外的保护，同时从离港到英吉利海湾，再到乔治亚海峡，一直到胡安德海峡，这150公里的水域，近10小时的行程划分至多个风险区间，分段监测，并沿线一路安排了8个快速反应小队，有备无患。但纵观整个路线，温哥华港因为空间狭窄，反倒是最可能发生阻塞的地方。比如第2铁路桥最宽的桥洞两桩相距137米，当阿夫拉型邮轮与半形的拖船通行时，会硬生生地把这里变成单行线。在这篇关切专业工程师协会 CPE 2020年9月的报告中就指出，早在1979年，吨位并不算高的日本 Erika 号就与铁路桥发生过类似的撞击。同时考虑到铁路桥与西侧的钢铁工人纪念桥相距仅110米，按6节速度行驶只要36秒，这意味着邮轮与桥墩一旦发生撞击，很有可能将撞击后的桥件残骸带向下一座桥，造成2次撞击。1977年，美国 Virginia 的本杰明·哈森纪念桥就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形，而考虑到未来繁忙的港口会迎来7倍通勤量的加持，不难理解当地居民的担忧。在2014年，温哥华市政府上交给国家能源部 NEB 中指出，未来50年中水域漏油的可能性在16%到67%之间。这也意味着在未来50年中，这座城市将会抛出无数只骰子，直到代价出现的那一天。